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汪兔环游记，我是 Tracy。大家好，我是老刘。上期节目我们带大家参观了 ROM 的中国馆，给大家介绍了里面最为精彩的一些中国藏品，也感受到了他们漂洋过海、颠沛流离的故事。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可以去看一下上期节目。这一期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参观 ROM， 并且给大家介绍一下整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以及其他国家其他方面的展品的情况。ROM 是一个加拿大最大的综合性博物馆，拥有超过1800万件艺术品、文物和历史标本，横跨了45亿年的地球历史和全球各大文明。博物馆标志呢，就是这个 Michael Lee Chin Crystal 水晶宫。这座由著名的建筑师丹尼尔·李伯斯金设计的现代扩建部分，是于2007年开放。它就像一颗闪耀的巨型水晶，从传统的古典建筑中破土而出，尖锐的玻璃钢结构和历史建筑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既有现代感，又充满了力量。水晶宫呢，是作为北门，也是整座博物馆的灵魂空间。而它的名字呢，主要来自于捐赠者，一位加拿大著名的金融家、慈善家 Michael 李振宇。他捐赠了3000万加元支持这次扩建。每个月的第3个周的周二周二是免费的，4点开始，所以大家如果想来看，然后又可以省点钱的话，可以再预约，然后4点准时，大家在这里 line up， 然后就到点儿，它就放进去了。一进门就会被大厅的金色穹顶所吸引，也就是 Rotunda的马赛克天花板。这座穹顶建于1933年，是为纪念欧内斯特·塞缪尔夫妇而建，也是 ROM 扩建时的标志性设计。它由超过100万块从意大利威尼斯进口的彩色玻璃马赛克手工拼成，背景以闪耀的金色为主，点缀着红蓝绿宝石般的色彩，散发着拜占庭风格的华丽与庄严。工匠团队历时8个月才完成了天花板的安装工作，在金色的底面上，几何边框与镶板勾勒出装饰性的花卉图案，中央镶板上镌刻着旧约圣经中约伯记的铭文 That all men may know his work， 让世人皆知他的作为。穹顶上会有16个象征不同文化的图案和神话动物，比如美洲野牛、埃及猎鹰、印度神像、威尼斯圣马可飞狮等，完美体现了博物馆全球文明百科全书的理念。整个穹顶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仿佛把世界各地的古老智慧汇聚在头顶，极具艺术价值和历史感。同在1楼的大厅有 James and Louis Tamarty 恐龙时代的展厅，这里面有完整的暴龙、三角龙等各种恐龙的巨型骨架，站在他们面前，你会瞬间穿越到史前时代。2025年的扩建让他们变得更加的壮观。在这个展厅里有一件绝对不能错过的巨型展品，是一个巴罗龙，它的昵称叫做 Gordo， 全长呢有27米，是加拿大展出的最大的恐龙骨架，也是世界上展出的最完整的巴罗龙标本之一。巴罗龙呢属于犀角类恐龙，就是长颈龙，生活在约 1.5 亿年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们以细长的脖子闻名，脖子占身体很大比例，配上长长的尾巴，整个身躯就像一辆移动的桥梁。看完巨型恐龙， ROM 的自然历史区带你穿越更久远的时空，去到约45亿年前的远古时代。在生命黎明展厅，地球生命刚刚萌芽，你能看到地球上已经最古老的生命证据之一，一块来自魁北克北部，年龄在37到42亿年前的古老岩石，里面保存着早期微生物的痕迹。展厅里陈列着将近1000件珍贵的化石标本，其中60%来自加拿大，包括三叶虫、海蝎等早期海洋生物，以及来自纽芬兰、BC 省等世界遗产地的地球记忆。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邓氏鱼装甲鱼的化石模型。这种鱼大概生活在3.8亿年前的泥盆纪时期，它是一种巨型的古代鱼类。它们呢也是地球上最早拥有真正骨头护甲的脊椎动物之一。它这个做的是一个塑料的仿真的一个东西，就是告诉你这个石头上的印子是什么样的，大概什么样的植物印出来的。然后你看这个就是这种类似于这样印出来的，然后这个像松针一样的，旁边就是它印出来的那个样子。这真是老虎。这么放里面的摸，还真上手的很。可能就是允许大家摸吧。这里有一个显微镜，然后它这里边其实放了一堆螺了，但是看不见。然后旁边有个屏幕，可以给你观察一下这个螺都长什么样。哦，这么小。在这里，三叶虫化石呢是非常有亮点的，它是地球上最著名的古代节肢动物之一。它们像现代的三瓣虫，分为头、胸、尾3部分，表面呢有非常明显的分节和复眼，看起来呢又古老又精致。这些化石呢，大多距今5亿多年，地球寒武纪大爆发、生命大爆发时代的重要见证。曾经的三叶虫也是海洋中的霸主。这是 squid 乌贼的化石，还有个螺。老刘说现在还有，我说现在还吃。这个东西长得好像龙虾哦。对，这个像不像皮皮虾？像虾豁。它这是仿的那个，按照那个化石仿的。这边有一些鱼类的化石，是哦，它长得好 Q 啊，你看，但挺可爱的。感觉像翼子。这是有点蜥蜴类的那种龙，是吗？对，很像蜥蜴类的。刀山。这个展览呢，通过一些动画、彩色的一些复原模型和互动的展示呢，把这些消失的植物和动物呢，让参观的人呢近距离的感受，甚至有一些化石植物的标本是可以用手去触摸的，这个在一般的博物馆也是很难见到的。你看这个树干都化石化了，都变成红的化石了，这玩意儿就吃肉。参观完远古生命后呢，我们可以来到楼上继续参观这个 Life in Crisis 生命危机展厅。这是一个让人思考、充满紧迫感的当代展厅，它直面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课题——生物多样性危机。它展开主要围绕3个核心的主题，包括生物是多样的、生命是相互连结的和生命正处于危机之中。它通过数千件的精美标本、互动多媒体和沉浸式的展示，你能看到从非洲雨林、亚马逊流域到我们身边的五大湖和北极等全球生态系统。这里呢，不仅展示着地球惊人的多样性，还揭露了人类生活如何导致栖息地破坏、气候变化和物种灭绝等危机。有生之年看到大鹅也能进来。它太棕了，它有点打印机眉墨了。对。但中国有一只这样的白化饼。白化饼。除了来自于中国的藏品以外呢 ，ROM 同样收藏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珍贵的文物。其中呢，就包括埃及馆、希腊和罗马馆，还
还有原住民的意识与文化馆，以及欧洲装饰艺术馆等等。这个区域呢，是包括了罗马和拜占庭早期的一些展品，其中出现了很多宗教的绘画以及艺术品，都非常的令人惊艳。可以看到这个展柜里的绘画呢，大多都是讲述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一些内容，它呢很多是金色为背景的，而在拜占庭艺术中，金色呢代表神圣之光和天国永恒，所以它也象征着超越凡尘神圣的这种存在。在拜占庭展区，你会看到一件来自东地中海地区的精美的地砖马赛克，它是以葡萄藤、鸟和铭文为主题搭配的。这件作品呢，大概在325到350年，也就是罗马帝国晚期向早期拜占庭过渡的时期。它是由石灰小方块的马赛克精心铺成，中间呢是一个繁茂的葡萄藤缠绕的一只鸟，象征着丰饶、生命力和救赎，而鸟呢则添加了生动和灵性的意味。旁边呢还有希腊的铭文，记录了这件马赛克完成的日期。这些马赛克作品呢，被猜测大多都来自于叙利亚地区，也正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所控制的行政区域之内。Rome 的欧洲装饰艺术品同样很精彩，这里展出了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欧洲艺术与生活珍品，涵盖家具、银器、瓷器、纺织品和绘画等，展现了欧洲社会审美与文化的演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展品中有大量的作品都与宗教主题紧密相连。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是欧洲社会与艺术的核心。艺术家们常常以耶稣受难、圣母与圣子、圣徒故事以及圣经场景为创作主题。这些作品不仅装饰教堂和修道院，也进入贵族家庭，成为信仰的象征和精神寄托。例如，你能看到精美的木雕或绘画中的耶稣受难像，表现了牺牲与救赎的戏剧性；还有温柔慈爱的圣母抱子形象，象征母爱与神圣的结合。这些宗教艺术品色彩丰富，细节精湛，常常使用金色背景或华丽装饰，营造出庄严而神圣的氛围，反映了当时人们对信仰的虔诚与艺术的最高追求。但是如果你并不了解圣经故事，那么这些作品，如果你不做一些功课的话，可能也很难理解其中讲述的背景。Rome 里面呢，还有韩国馆、日本展区以及中东展区，包括加拿大原住民艺术文化展等等区域。我们呢并没有一一的带大家去拍摄和讲解，也希望呢大家能有机会自己亲自来这里感受一下。但实话说，如果想要很详细的去看 Rome， 可能需要你花上1整天的时间，才能把这些精美的产品呢都一一的看过去。那么这一期呢 Rome 我们就带大家逛的差不多了。当然和其他国家的展品比，我个人觉得还是中国馆呢最值得去看，毕竟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更加的熟悉，所以也会产生更加的共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请点赞、关注、评论，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